我们不管，我以后再也不偷跑出去玩了。姐，我帮你烧火喂猪，你快醒醒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有小孩在哭啊？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昏睡了2天，我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。姐，我这是穿越了，穿越到了灾荒里，成了这3个小孩的姐姐。父母双亡后，奶奶霸占抚恤金，后宫分粮，把我们赶到草料房，要把我们饿死。姐，你刚退完烧，这是我刚煮的谷糊糊，你都2天没吃了，赶紧吃了吧。就一份，你们呢？家里的粮缸都要空了，这几个弟弟妹妹就算自己饿肚子，也要把吃的留给我。不行，他们都在长身体，我得让他们吃饱。感知到宿主要养活家人，会宿主觉醒灵泉空间，灵泉可以增强身体素质，空间可包容万物。竟然是空间，这应该就是灵泉水了。据说它不仅能够滋养万物，还可以增强身体素质。让我来试试。我只是碰到了灵泉，身上多年的暗疾竟然全部都消失了。有了灵泉，有了空间，我就可以养活弟弟妹妹了。我们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！哎呀，唐念，你个赔钱货还没饿死呀？奶奶，您今儿过来，难不成是要给我们粮食？要粮食？我把粮食给你们，你们几个馋嘴货呀，早都把它糟蹋光了。我给你们保管着呀，是为了节省，那是为你们好，为我们好。霸占我父母的抚恤金，给三叔家盖房子，占着我们家的房子，扣我们的粮，你说这是为我们好？哎呀，天哪！不孝的子孙敢顶嘴呀！萧顺芬，闹什么？周大队长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呀！他敢骂我。唐念，怎么回事啊？大队长，我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这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呀！去年秋收的粮全被他拿走了，家里就只剩半斤包谷了，我和弟弟妹妹都要被饿死了。你想怎么做？分家，让他把我父母的抚恤金还给我，还要把占着的老房子也还给我们。你这是翅膀硬了呀，还想分家啊？我儿子的抚恤金啊，是给我养老的，我想怎么花怎么花。你克死了爹娘还想要钱，你做梦！这老婆子太缺德了，这抚恤金分明是留给孩子们的，全被她霸占。孩子们太惨了。你们少在这多嘴，我撕烂你们的嘴啊！我家里的事用不着你们管。萧顺芬，有事说事，别骂人。唐念，你已经成年了，能够照顾弟弟妹妹，大队支持你分家。萧顺芬，把孩子们的抚恤金都还回去，再闹就按规矩办事。放心吧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咱们了。姐，我信你。小云，别怕，今天就能要回我们爹娘的抚恤金了。姐，你不怕奶奶在骂你吗？不会，有大队长在呢。老三，你个死丫头，敢欺负你奶奶，看我打死你们！你个讨债鬼，还敢来要东西！三叔，你要是真敢打，那我就去纺织厂告发你儿子唐二毛偷鸡摸狗的事儿。唐少全，放下棍子！唐念要是真的去，二毛的工作可就没了。啊，他真敢呐！他连我他都敢甩，他有啥不敢的？说吧，你要多少？抚恤金480块，粮食500斤，老房子里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如果不够的话，就打欠条。唐少全，还是签了吧，不然对二毛不好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娟，小军，搬我们东西去，走，回家。再加把劲儿，最后一趟了。姐，我能行。姐，我帮你吧。唐念，你个没娘养的呀！你敢抢你叔的粮食，你都不怕遭雷劈吗？啊！娘，别闹了，别人都看着呢。看啥呢看？我儿子的粮食被抢了，还不许我骂了吗？别理他，走，搬回去。
你赶紧去公社打电话，这死丫头太过分了，叫你大姐回来收拾她。哎，今天的事儿别跟二毛说，先等他纺织厂的工作稳定了，再收拾唐念那丫头。知道。娟儿，拿20斤谷子去碾米房，今天中午咱们煮白米饭吃。姐，真的？真的，咱们的粮食够咱们吃2、3个月了。姐，我好久没吃白米饭了。姐，我也想吃。我去林子里采点山货，咱们配米饭吃。王大爷，哎，借您镰刀试试呗。拿去吧，别往山里去，有豹子。谢谢大爷。这夹子够结实，你个姑娘家，别往里边去。知道啦，我就在林子边上转。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，光吃素可不行，给他们弄点肉吃。也不知道这捕兽夹能不能夹到野兔。喝了灵泉空间的水就是好，这力气都变大了。这是好东西。这是百年灵芝，去镇上卖了，买点肉吃。姐，好香啊！姐，你做的肉真好吃。以后呀，只要你们听话，天天都有肉吃。姐，奶奶来了。姐，别怕，这肉是我凭本事赚的，不偷不抢，怕他干啥？你们吃肉了？啥条件啊？不宁不节的就吃肉？吃肉咋了？我弟弟妹妹正长身体，补补身子怎么了？小年，你就这么跟你奶奶说话呀？我正月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听你三叔说，你拿2毛的工作威胁他，超赚了100多块钱和3、400斤粮食。大姑，他们怎么说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实际情况你们可以去村里面打听打听。我爸出事之后，他们拿走我们的抚恤金，还霸占我们的老屋，每年把我们挣的钱粮全领走，只分给我们4、500斤包谷。你放屁！我们是替你保管的，没有我们保管啊，你那钱粮早糟蹋完了。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啊！老子是为你着想的呀！能这么说？你没一点良心！老天爷，咋不打雷劈死你！就是，你还打我和妈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少卿啊，小聂这些年确实不容易。少林2口子走的时候，孩子还小，大队让孩子跟着奶奶和三叔，哪知道遭了大罪。就是，几个孩子挣的工分都被孝顺芬领走了，一年到头只给4、500斤包谷。唐少全家的孩子吃穿最好，却在侄子侄女嘴里抠食。你们少管，我们老唐家的事由不得你们插嘴。妈，少全，这件事是你们做的吗？是又咋了？他就不该孝顺我啊？孝顺他也得吃饱啊！妈，我给你的钱不够花吗？少全，你霸占少林家的房子，把侄子侄女赶去牛棚，挪用抚恤金，盖房子买自行车，这事儿你们也做得出来？大姑，以前是我糊涂，我以为听他们的话就是孝顺，但是我看着我弟弟妹妹都饿得面黄肌瘦，站都站不稳，我才醒悟过来。如果要不是我硬气的话，现在我们估计还住在那个牛棚草垛里，还吃不饱饭呢。小聂说的对呀，这些年他们确实遭罪呀。我要分家，我要彻底和他们断干净。毛都没长齐还要分家？分了家饿死你！我不分家就不会被饿死了吗？每年我们挣了5、6千分，但是我们哪一顿是吃饱过的？大哥，你主持分家。既然要分，咱们就分清楚啊。唐念一家呢跟萧顺芬以后各自过，互不干扰。唐少全挪用唐少林2口子480块抚恤金，带领钱粮合计828块，扣掉上午给的120和萧顺芬的1/3，还剩548，一年内还清。我没钱，我也没有。小念，这80块钱你先拿着，不够了我回头再给你。大姑，这钱我不能要。哎呀，拿着吧，弟弟妹妹要吃饭。大姑，哼，走，散了。小妮啊，以后有啥事儿直接给叔说。谢谢叔，今天麻烦你了。麻烦啥呀？你们几兄妹的事儿，我早该出面了。以前是顾忌太多，唐二毛那小子跟二流子走得近，你小心他回来找事儿啊。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把我弟弟妹妹们照顾得好好的。唐二毛敢带人流窜，我让民兵抓他。走了。姐，以后咱们真的自由了。
以后吃的住的都是我们自己的。太好了，再也不用吃奶奶藏起来的白米饭。姐，今晚能煮土豆不？加一小撮盐。好，等姐打猎回来之后，就弄好吃的。光要粮食不够啊，全是天天吃外卖的人，哪能受得了顿顿孤眼饭？大方快出来了！小念啊，来找大方啊。大娘，他去金沙边网鱼啦。我还说找大方去林子里边看捕兽夹呢。那大娘能不能借我一下捕猎网、猎刀还有手电筒？我去给你拿。来，谢谢大娘。小念啊，晚上林子黑，你慢着点。知道了，大娘。我有空间灵泉加持身体，我怕他一个土包子干嘛？这山上这么多的野鸡野兔，你捕猎水平这么差的吗？还能饿着？怎么，你想打劫啊？没门儿！不是大哥，你是土包子呀？那山上除了老虎，谁人都是怕你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怕我干什么？如果你想抢吃的，来，我试试你力气。行了，算我输了，我怕了你了，行不行？你这个打工豹，当然我成打工人了。我上辈子欠你的。要不要再喝点儿？我看你是赖上我了，我又不是你爹妈，你自己不会找水喝啊？哎呦，还会撒娇！养它不行，体型大，吃得多，弟妹们都难养活，要是伤了人怎么办？我先走了啊，有缘再见。嘿，姐，这都是你昨晚上打的。嘘，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啊？生怕别人不知道啊！啊，对了，一会儿我要去公社，刚好留了一只野鸡，还有一只野兔，当午饭吃。今天你们别上工了，唐二毛估计要回来找事。姐，你放心，你不回来，我们不开门。灵泉能改善我身体，弟妹喝了肯定好，可不能多放，昨晚我喝多了，都燥热的慌。姐，今天的稀饭怎么这么香啊？可能是米泡的比较久，快吃吧。小念，我妈说你借了电筒，你真打到猎物了。大芳姐，给你尝尝鲜，一会儿我还要去大队长家。不行，你家情况特殊，你拿去换钱。大芳姐，放心吧，昨晚打得多，卖钱的还有呢。小念，以后别去林子了，土包子能吃人。放心吧，我就走林子边。哎，小念，你这是干嘛？嘿，张叔，昨天晚上我去林子里打了些猎，专门提一只山鸡让你尝尝鲜。说吧，找我啥事儿？
张叔，我想去平沙县的县城买点东西，您能帮我开张介绍信吗？等着。小念啊，林子里还是要少去，那命比那几只猎物珍贵。弟弟妹妹还都指着你呢。知道了。给。唐念、唐娟，你们两个不要脸的，骗我们家钱和谷子，赶紧出来！唐二毛，你在我家门口闹什么闹？你算个球，敢欺负我奶奶！你忘了你当初欺负我弟弟妹妹的时候了啊？告诉你，这一次性给我还清了。唐二毛这是踢到铁板了。以前他老是欺负唐家兄妹，现在遭报应了。活该呀，真就是活该。姐，二毛哥他们会不会再来？放心吧，他们不敢了。一会儿姐去买东西，回来给你们带水果糖。好，姐，你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姐妹回来之前不许开门啊。空间里的野猪肉得赶紧买，要买盐巴和煤油，猪油不能直接拿，得出去一趟掩人耳目。小念，你也去平山？哎，叔，您好些了吗？你昨晚进林子深处了，这地方有土豹子，会爬树，以后别去了。行，叔，都听您的。改天啊，我去您家去下套子。行，叔教你不藏死。走。例行检查。同志，这是送给供销社的，你们要拿得给钱呢。投机倒把还想卖钱？没送你去学习班，算便宜你。桶，我的桶。要桶，等有空再送到码头。这，叔，算了，为了一条鱼不知道。今天真是见了鬼了。哎，我的野猪肉要200斤，还是去供销社买吧，稳妥点，别被没收了。猪肉，要猪肉吗？姑娘，这野猪肉卖吗？哎，卖，1块钱1斤，不要票，要的话称点。给我来2斤。哎，对不住，不卖了啊。姑娘，这是野猪肉啊！这猪肉膘这么厚，个头不小啊！领导好，我是曲江县会议公社的。这野猪是我自己打的。你一个姑娘家，自己能打野猪，厉害呀！就是有点小，要是整头的就好了。我分了半只给大队，听说平山供销社价高，就把剩下的说拿过来试试。姑娘，下回再有大猎物，直接来找我。这猪肉我给你算7毛5一斤，行不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去。我叫张德宝，是供销社的采购科科长。姑娘，你咋称呼？我叫唐念，他们都叫我小念。一共103斤。一共103斤，7毛5一斤，一共是77块2毛5。成。对了，我想买一些东西。盐巴5斤，新菜刀2把，猎刀1把，还有我们兄妹4人的衣服鞋子各2套，大白兔奶糖3斤，麦乳精3罐。没问题，我这儿还有票，能给你便宜点。小念啊，下次早点来，避开洪秀章，背篓吧不方便，弄辆板车查的少。少奇，你妈和少全又要咱家300块买工作，咱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。强强和超超这23、24还没结婚呢。老张，
那是我妈和我弟，我能不管？我以后不放手了。大姑、大姑父、小聂，渴吗？进屋喝杯水。大姑、大姑父，不用忙了，我打了几只野鸡野兔，卖了，说剩的给你们带过来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家里弟妹们半年都没吃上肉了，拿回去自己吃。大姑，这肉是我分的。哎，这里还有烟，是给大姑父的。第一次来，总不能空着手吧？进中午在这吃饭，大姑给你炖野鸡汤。哎，听你大姑说，你和你奶奶分家了，要带着弟弟妹妹单过，还能有啥原因？奶奶偏心三叔，这些年我们过得连狗都不如。哎呀，你们几个孩子确实不容易。以后啊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尽管来找我。我在厂里啊当技术员，管你们一顿饱饭还可以的。大姑父，我爸妈还在的时候，你们就经常来帮我们补衣裳、送粮食，这些恩情我一直都记着的。哎，那算啥？要不是昨天听你大姑跟我说，我们都不知道萧顺芬把你们逼成这样，还是我们长辈也没有尽到心呢。不能这么说，你们还要上班呢。哪能天天盯着老家的事？同样是孙子孙女儿，怎么能这么偏心？昨天奶奶说你老子欠我的还没还完，你们也得接着还。这话根本不像亲奶奶说的。难道爸爸真不是她亲生的？哎，咋连你姐都不认识了？哎，这种肉啊，都是你姐打的野味儿。啊，小年姐姐，这野兔肉都是你打的。我以前听人说这野兔肉可柴了，这几天这么香。是我早上在林子里套的，下次我可以带你去，不过要穿厚裤子。林子里有荆棘，刮着疼。我也去，我能帮你背工具。行，到时候教你们认陷阱的痕迹。这野猪肉也太香了，这比食堂的还要香10倍呢。我上个月攒了半个月的肉票换来的肉，煮出来都没有这个好吃。对啊，平时妈说肉票要省着用，哪像今天这样敞开了吃啊。来，小念，我今天下午不去工会，你有话就跟我说啊。大姑，爸是奶奶亲生的吗？你咋想起问这个？奶奶对爸从来就没有亲妈的样子。去年我爸生病，我奶奶连1碗粥都没给我爸送过。就算是偏心三叔，那也不该这么狠。其实你爸不是他亲生的，我也不是啊。我们的亲娘死得早，爹又娶了萧淑芬。当时他进门的时候跟我们说，他把我们当亲生的。其实啊，当年要了120万的老毕彩礼，还让我结完婚以后每年给他2个月工资。大姑，所以每年补贴堂家的都是他要求的。是的，可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对你们。当初你爸走的时候，我也想着要撑起这个家，结果……大姑，你别难过，现在我也长大了，我能够带着弟弟种地打猎，以后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。我的小念长大了。大姑，我先回去了，家里弟弟妹妹还等着我回去给他们做饭呢。路上小心，林子路滑，别摔着啊！有空常来。知道了，大姑。哎，小娟儿，唐二毛没闹事吧？没，姐，大芳姐叫你去掰竹笋啊。姐，里面都有啥？你看，梳子、镜子、新衣服。是大白兔，之前被唐二毛给抢了。今晚咱们吃肉，不过奶糖别都吃啊。这丫头咋这么多愁善感？前世没弟妹，现在看他们开心，再来也值了。以后啊，姐天天都让你们吃好的。小念，那林子那边的笋子好，咱们掰上一筐拿到供销社，能卖2分钱一斤呢。走，去看看。走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那是刘知青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快，先救人要紧。这样，你去把母猪引开，后面交给我。你别勉强呀，他毕竟是城里人，他迟早要走的。别磨叽了，再磨叽人都要掉下来了。小念，我搞了2头小猪，母猪带崽跑了。
姐，你没受伤吧？哎，蜘蛛是你拿镰刀弄死的？不然呢？若不是这灵泉空间，我恐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糟了，刘志清还在那树上呢。那你快去，我在这儿守着。谢谢你，唐念同志，刚才吓坏我了。没事，刘志清，吓坏了吧？快到旁边歇着吧。救人的感觉咋样啊？啥咋样啊？就是顺手的事儿。我娘说我长得丑，家里又穷，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。你娘应该是骗你的吧？你看你又聪明又能干，以后肯定能找个好婆家。哎，我来帮你。哎呀，不用，这活又脏又累的，你俩去那树下坐着，我一会儿就完成了。啥我俩呀？这猪是咱俩一起抓到的，要不是你引开了那头母猪，我连这头公猪的毛都碰不到。所以呀，这是咱俩发财了。那也是你占大头，我就要2斤猪板油，1斤猪大肠就好了。这是我们一起抓的，所以必须得我们1人1半。刘知清也得拿20斤，借着有份。唐念同志，你们是我的恩人，我哪能要你们的猎物？刚才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被野猪撞下来了。一码归一码，山里的规矩就是这样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喊的嗓子及时，我们啊，不然连野猪的毛都见不到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，剩下的肉装不下，我先送你回村。唐念同志，今天的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说什么呢？什么谢不谢的？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说不定已经被野猪拱到树底下了。救命之恩，我总觉得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真不用，我跟大芳姐本来就是来搬笋子的，刚好就碰到了。我下乡是因为家里要把留城的机会给2个哥哥，我想自己赚点钱。本来是跟着知青点的姐妹掰竹笋，今天他们有事，我看见林子边上的笋被掰完了，才敢往里进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傻？这有什么傻的？林里有土豹子、蟒蛇，还有很多比野猪更危险的东西，就算有伴也别来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不仅救了我，还愿意听我说这么多。这有啥的？我妹妹呀，平时也爱跟我唠这些。小娟儿，快来！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行，小娟儿，把猪看好了，我们去送送刘知清。哎，再见。哎，瞅瞅，这啥呀？哇！哎呦，这得不少肉吧？野猪啊！吃得完吗？哎，小聂，你这肉分给沈2斤吧。我家娃明天过生日，就想喝点肉汤。就是啊，小聂，那么大野猪你也吃不完，都放坏了，不如分给大家，还能落个好名声。分不了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小气呢？不就一坨野猪吗？我小气。去年我妹生病的时候找你们借钱，你跟我说不熟，现在要分肉了，想起我们是一个村的了。哎呦，这样说这话。哎呀，麻烦让一让，不要堵着我家门。肉哪有肉？小姐，这么大一头野猪你也吃不完，分我几斤。等收了麦子，我还你粮食。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还硬来啊？想要吃啊，自己去打呀！哎呀，你看看你，这样的，不然我真的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就是头野猪吗？你咋还打人呢？不把肉分给我，这事儿没完！快给我分肉，要不然我就不走了！滚开，都滚开！要想抢肉，先问我手里镰刀答不答应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？来啊！杀人了！唐念要杀人了！唐念，你打了野猪不分，你不怕吃多了拉肚子啊你？就是，以前我们对你那么好，真是白眼狼，黑心萝卜！妈呀！啊，你们在吗？我就真砍人了！你来呀！你有本事往这打呀！你要是不打，你就是大家的儿子！都他娘的闲得慌，跑人家门口闹啥？都给我滚！不然抓学习班，吃332去！哎呀，队长，这唐念抓了猪肉不分，以前的猎货都分肉。就是，分粮就得分肉，不然夏秋不分他们粮。够了！人家唐念一家是挣工分的，空时打猎归自己，政策没有规定要上交。那你们呢？就是嫉妒人家有本事，有能耐自己打去。林子里面有土豹子，我们不去。没本事就闭嘴，去掰竹笋的供销社挣外快去。大队长，刚才唐念踢我一脚，他得赔我1斤肉。滚！想屁吃呢！走，散了。
张叔，谢谢你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这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们救人也得注意安全呐，那么大公野猪，那多危险呐！一会儿我们分了肉给你送过去一些，我们几个也吃不完。你们拿命换的，那可不能要。张叔，你就收下，不然以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找你帮忙了。行，那我就收下。对了，明天去买猪肉，拿大队的板车去。好，谢谢张叔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那我干啥？你就盯着今天那些抢猪肉的人，尤其是那个吴文新，省得我们去公社的路上，他们又来路上抢。放心，我盯得死死的。哎，走，分猪肉去，带些猪肉回去给你娘，让她补补身子。谢谢小聂。唐念那个小贱人，分家原来是留了这手，这么多肉，不能让他们糟蹋了。哎，妈，去了也没用，得想办法把肉抢过来，不能明着挨。爸，我去外村叫几个哥们来。二毛，可不能让人看出来是咱们指使的。放心吧，爸。你说二毛能办成不？能放心，等拿到了肉，咱们也能吃顿饱的。哎，姐，家里放这么多肉，我怕奶奶和三叔来抢。放心吧，我们都已经分家了，谁也别想碰我们的东西。哎，小军、小云，你们记着啊，要把门给锁好了，不是姐姐就别开门。乖啦，等姐回来给你带糖吃。哎，小聂，吃了没？咱们一起吃点。这猪大肠还是你上次给的。张叔，我吃过了。哦，我来是有事想找您商量。张叔，谢谢你平时对我们的照顾，这烟您拿着。你这孩子有话直说，只要不违反规则，我都帮。叔，我不想让小娟去生产队了。小云和小娟还那么小，识字也少，他们得回学校。小娟这16岁了，这挣了5年工分，身体都没长开，我也不去挣工分了。我想当职业猎人，想请您帮忙开一份证明。你说啥？职业猎人？咱村以前那些猎人啊，不是死在山里就是残了，那山林可危险得很呐。张叔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挣工分养不活弟妹，只有当猎人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那行吧，那丑话咱说在前，分粮食的工分你得花钱买，这我帮不了你。对了，这个做猎人呢，可以申请一把鸟铳，咱仓库啊有把旧的，你拿去用来防身啊。谢谢叔。虽然旧呢，但还能用，火药和铁沙子都在这儿。我有灵泉空间，根本不需要这些。板车在院里，你推走吧。姐，你可回来了。哎，小俊和小云呢？我们都在呢。姐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是捕兽夹，防止有人来偷肉。你快带着小俊、小云去睡觉，今晚我守着。哎。娘，把身上的东西留下，否则要你的命。行啊，你自己来拿。二毛说的野猪肉呢？你藏哪儿了？敢抢我的肉，你也配？嘿，我住手！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些小毛贼。张维广，张队长，咱们本家人，这女孩也没受什么损失，你饶过我们吧。有话跟公安去说吧。得走，走，快点。唐念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想抢劫了？叔，我哪有那本事啊？我今天碰到一个肉贩子，出的价格跟供销社是一样的。他们来晚了，所以就没抢到肉。你没事就好，我还得跟着去公安那看看。张维广这伙人早就该治了，这次抓了个现行，饶不了他。哦，对了，叔，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起了唐二毛，我怀疑这件事情是他指使的。不管是谁，违法就得严惩。你忙你的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啊，
干嘛呢？板车挪开，影响营业。同志，我是来送野猪肉的，张科长说直接拉过来就行。张科长说的，我看看。张科长，哟，小念呐，昨天刚送了100斤，今天又打到野猪了。运气好，刚才上山又猎了一头。以后再有这样的大猎物，直接送到我这儿来，叔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行，只要价格公道，随时都有。如果能弄到熊胆熊掌，我高价收，绝对比曲江县高。行，我记着了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快看，这是姐给你们带回来的糕点、糖果，还有铅笔。姐，这是给我们上学用的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先出去，姐跟大芳姐有些事要说。来。芳姐，这钱你拿着。这么多哎，你给我50就行了，这我过意不去。一码归一码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把这钱拿回去给婶子，家里有点现钱总是好的嘛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好。姐，我真能上学吗？真的呢。小军当年才读到3年级，小云才读半学期。以后啊，社会需要文化人，你们得好好读书才行。姐，我都14了，再上3年级。你那么聪明，自学完能跳级。好的，姐，我听你的。江叔，我想打几张木床桌椅，家里的床都快散架了。小云现在也大了，再跟姐姐睡不合适。我联系徐长庚，工钱18块，木料你自己砍。明天他到你家里。成，我今儿回去就准备木材。哦，对了，张叔，后面他们怎么样了？去公社闹，他二毛呢教唆抢劫，还跟张伟广混，找出欺负女知青的事儿，得坐牢。那就好，至少几年出不来了。有钱别乱花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张叔，我不会乱花的。哎，是你啊！前2天林子里的那只。给你。怎么？你想跟我回去啊？我可养不起你。如果想要跟我回去的话，你就得自己去打猎。你还得答应，白天不能待在家里，否则被村民看见会害怕的。你听得懂人说话？那就叫你小黄吧。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姐，有豹子！姐，它会不会吃人？别害怕，它不咬人。别摸它，它怀孕了。姐，它好乖啊，但是不能摸，小心伤到小豹子。姐，我们不摸。对了，这件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，不然小红有危险。姐，就算灌辣椒水，我们也不说。小念，你家具打好了，这段时间吃你家不少肉，退你5块钱吧。一码归一码。徐叔，我是猎人，我们吃肉都不要钱的，就算你不在，我们家还不是得吃。还是猎人好啊，有肉吃还能挣钱。可惜我哥。徐叔，谢谢你啊，家具打得老结实了，我特别满意。谢谢啊。走了。小念，那个刘知青带俩知青来你家了。刘颖，他怎么来了？刘知青，你咋来了？唐念同志，上次这不是你救了我吗？家里寄来的东西，我拿过来给你尝一尝。哎呀，你客气啥？不用，上次不都跟你说了吗？
要不是你吼那一嗓子，我和大芳姐怎么能抓到那头野猪呢？是我们该谢你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刚才来的路上有2个长舌妇，还敢跟我们撒泼，他也不看看我是谁，哼，真找错人了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之前只知道灵泉能治自己的伤，没想到动物受伤也能这么有效啊！你们都是听我的，这是把我当主人了。这瀑布竟然这么快！这方圆至少得10几公里了吧？这些动物外界根本没有，要是拿出去卖，或者给弟弟妹妹吃，肯定得问东问西的。看来还是得上山打猎。啊！你是这里的守护者？你们都把我当主人了？小黄，你再陪我试一次嘛！哦，我等下给你喝灵泉。乖，你今天晚上呢就帮我看家，保护我的弟弟妹妹，以后灵泉管够。行，那我回屋睡了啊，你有事随时叫我啊。姐，你醒了，快喝粥，我刚问的。小军和小云呢？去学校了。大黄会不会被大队长发现？他们会不会拿枪打他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只要大黄不去偷村里面的猪狗，就没问题。对了，你和小军、小云说，千万也别对外面说啊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保证。小军、小云我也反复交代了。对了，大芳姐还有徐明珠约我去捅蜂窝，今天晚上回来就能给你带蜂蜜。今天晚上回来就能给你带蜂蜜。小聂，这麻绳是我昨天刚搓的，结实的很，你慢着点啊。你待会儿上去捅的时候小心点，别被遮着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那。野生老灵芝，这下发财了。本来是帮大芳姐捅蜂窝，没想到捡了个宝。野生老灵芝，这下发财了。本来是帮大芳姐捅蜂窝，没想到捡了个宝。蜂巢是大头和明珠要我搞的，分我一半。灵芝是我自己找的，不能说，一码归一码，省得以后闹矛盾。小聂，你捅好了没啊？好了，就赶紧下来吧。再等会儿，我再捅一把。哎，我被蛰了，小心一点。我也被蛰了一下，哎。你们俩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蛰了个包。快点吧，别耽误了。啊。没事没事，就蛰了个包。快点吧，别耽误了。啊。早知道空间能收，刚才白费那么大劲。蜂巢太大了，我得找个地方整理一下。哎，好嘞。这灵芝至少10多斤，表面干硬，还有香味，肯定能卖大价钱。好啦，放我下去吧。吃完。哎，大宝，你这背的啥？咋鼓鼓的？
没啥，就是个蜂巢。你俩这包是被蜜蜂蛰的吧？可不嘛，捅蜂窝哪有不被蛰的呀？还真是个蜂巢，还这么大。小聂，分点呗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就是，也就半斤8两，也不影响你们卖钱。不行，这蜂巢是要补贴家用的，不能分。小聂，你咋这么小气？以前你哥在的时候可不这样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赶人了。走。小聂，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。要不是有你啊，咱们的蜂巢得被他们抢光。走吧，赶紧回家处理蜂巢。好。哎，你们笨手笨脚的，还是我跟小娟来吧。姐，我扶桶。你看，今天摘的这个蜂蛹，估摸着要20来斤，这榨出来的蜂蜜不得有130-140斤啊？那能卖不少钱呢。现在彩礼才40-50块。要么我分东西给你们，要么你们把东西拿去卖了，分我钱。你卖吧，我不懂算账。我爸上次去卖娃娃鱼被洪秀章给收了，我不敢去。那成，那我到时候啊给小娟也留一些，下午我就去平山，你们要留吗？不留，我得修房子。对。要是带针筒去码头，肯定被人没收，先收进空间里。空手不正常，搜身。同志，我是走亲戚，没带东西。打开。走。幸好没带真东西，不然麻烦大了。卖东西啊，门票2毛。进去别大声，遇到检查跑，别供虎哥。好。野生蜂蜜。哎，13一斤，全要了。29斤377块钱。野鸡蜂蜜加桶，一共400。哎，花1年工资买蜂蜜，肯定是给大人物采购的吧？那一会儿去供销社一趟。小聂呢？蜂蜜8块1斤，这蜂蛹啊6块5。昨儿我刚弄的，今儿一早就给您送过来了。对了，刘主任要熊胆，500收，铜胆800，结交上它好处很多呢。行，这事儿我留意着，有我就给您送过来。哎，好。谢叔。不送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熊胆虽值钱，但激怒熊宰杀太麻烦，空间里宰杀会脏。算了。哎，快！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快累死了，快，帮我把车推着。哎呦，累死了。小聂，情况咋样？都卖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卖掉了，价格还不错，回去再说。那还说啥呀？快走！走。哎，慢着点，钱跑不了。哎呀，走吧。陶念，你直接分钱就行了。总共卖了1300多块，你们俩一共700块，一人分350。嘿，好嘞，以后有这好事还找我啊。就是。慢走啊。小娟儿，咱们今天中午吃回锅肉。姐，今天早上大姑来了，见你不在就走了。那这样，咱们再做个红烧排骨，说不定大姑一会儿还来呢。到时候咱们再给小军补身子。我这就去。糟了，忘了给小娟买初中教材，下次去县城一定买。
要是能弄他去平山上学就好了，可户口麻烦。大姑，你来啦！大姑，来，快进来坐。你这日子过得怪铺张呀。大姑，这不是你早上没来吗？我让小娟多准备的。小军和小云正在长身子，得吃好点。大姑好，快去洗手吃饭。姐，我们去写作业了。小念，你去看过你三叔没有？没去。我听大队长说，他不死也是残疾了。你奶奶把我和你爸带大，我还了20多年人情，我以后不管他们了。大姑，我明白。你姑爷厂里招工，跨省安排，我想让你去厂当工人，远离他们。明天你奶奶和你三叔回来，你别跟他们计较。大姑，我不去。如果我真走了，那以后他们不是更容易被欺负？哦，对了，小娟已经满16了，要不我把机会让给她？你愿意？小娟这些年受了不少委屈，以后有工作的话，容易找个好婆家。你姊妹俩行，你带她去村里边开证明，明天去平山县找我。姐，你再把机会让给我了，我去了你咋办？傻妹妹，你姐是猎人，不比当工人强啊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大队开证明。唐娟要去当工人了，行，我这就给你们开证明。谢谢叔，麻烦你了。我给你们去公社盖章，户口得公社审批的啊，走吧。手续齐了。谢谢同志。小聂、小娟，我昨天把入职手续安排好了。谢谢大姑。跟大姑客气啥？走，咱们去人事处。走走。材料齐了，填了这个表啊，以后就是钢铁厂的人了。户口落厂里。谢谢叔叔。我带他去收发室，那老头腿脚不好，小娟儿机灵能干活。收发室啊，工作轻松，工资28块5，有奖金。谢谢姑，这活合适。姐，买这么多够了吧？你上班呀，都用得着。老板，要这辆自行车，再来块手表。姐，这太贵了。不贵，自行车你上班用得着，手表是你上班要看时间，别迟到了。姐，你真不让我住集体宿舍？集体宿舍人多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住着我不放心。这里呀，离你厂子近。姐，你对我真好。傻丫头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姐呀。小娟儿，要不把初中、高中的书都买了，你下班的时候多看看，争取考大学。姐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来，快尝尝姐做的菜。姐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傻丫头，我是你姐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你呢，去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家里有我照顾呢，小云、小军都有我，别担心啊。姐，你做的菜太好吃了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进去吧，收发室的李书人好，有事找他。姐，我会好好干的。小聂，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大姑，你和大姑父帮这么大的忙，这表达下心意哦，这个退不了的啊。你这孩子，快洗手，饭马上好。哎呀，这烟不错啊，小聂有心了。大姑父，你喜欢就好。哦，对了，大姑，这一瓶是老中医开的药引，您做饭的时候滴2滴就能解乏，我试过的，管用。真的不会有问题吧？大姑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您和大姑父喝了就知道了，对身体最好了。
行，那我收下了。小娟儿，快过来，姐教你来骑自行车了。姐，你教我啊！你记得啊，一会儿骑的时候手要扶稳了，眼睛要看前方。姐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咋没回家啊？我要看到你学会骑车，我才放心。车放久了要生锈，快坐吧。我要带你溜两圈。慢慢骑啊，看前方，腰挺直啊。哎，慢点，你在院里继续溜溜，姐去煮饭。晚一会儿教你怎么转弯。慢点骑，前面有坑。姐，我会骑了。来，这钱你拿着，上班买俩包子，别饿肚子。我有钱啊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不然以后姐天天来送你啊。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学校有人欺负你们不？没，老师夸我作业写得好。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走，姐回去啊，给你们煮糖水蛋吃。好嘞。这是要生了。别害怕，我陪着你，就像上次看母猪下崽那样。别害怕，小黄。1只、2只、3只。1只、2只、3只。小黄，你要是累了就闭会儿眼，这几只小家伙我来守着，保准没人敢碰。村里没人敢进森林，可万一有野物闯进来，小黄刚生崽，经不起折腾。小黄当妈了，嘘，让我摸摸行不？我们要好好保护他们。人家坐月子要1个月，你是土包子，1个星期够了吧？啊，我要进山了，要不然家里没法养活了。啊，你是怕没灵泉喝？夏俊，姐要去平山几天，这几天你就照顾云儿，记住了，麦说别去生产队，要提防三叔他们家。知道了，姐。姐，小黄和豹仔咋办呀？不要告诉其他人，要是被发现了，就说是他们自己跑过来的。小黄会带着豹仔自己躲林子。来。大芳姐，大芳姐，小聂咋了？我要去平山几天，帮我盯着我弟他们。如果三叔他们来闹，就让他们躲你家去。好，放心，萧顺芬不敢造次。你又要去打猎呀？我也想当猎户，我妈不让。我这不是被生活逼的吗？吹号子了，你快出宫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傅霞姐，你们出宫呢？可不是嘛，你当猎户倒舒服，不用背太阳。昨天刘颖啊都中暑了，你今天帮着干点。哎，傅霞姐，别说了啊，我要去一趟平山县城，晚点回来再帮你们干。我要香草、肥皂、草纸、牙膏。我要头皮巾、小金子、梳子。唐天同志，我要蚊帐和纱布，等下个月再给你钱。没事儿，不着急，别忘了啊，都记住了。拜拜，走了。
小念，你可算来了！最近农忙，肉类可紧得很呢。张叔，上次你说刘主任要熊胆，我这儿有。熊胆？你从哪儿搞来的？跟朋友合作的。刘主任当真愿意出1200？对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哦不，我不去。您以供销社的名义收了，然后再送给他。小念，叔谢谢你啊！以后想要啥，叔帮你搞。成，谢叔。来，那张叔，我走了啊。哦，野猪肉你自己称清楚啊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刘主任得熊胆补，这次说不定我都升主任了。姐，你咋来了？咋啦？姐姐不能来看看啊？怎么样，跟新同事相处的咋样啊？姐，王大爷挺照顾我的，让我没事在门卫室看书，同事领导都很好，我喜欢这份工作。那就行。姐今天中午做吃的，你记得回来吃饭。姐，我今天中午值班，不能让王大爷顶班，回头有重要信件和电话来了，没人在麻烦。那成，今天中午你就在食堂吃，姐晚上回来给你做。王大爷，谢谢您一直照顾小娟，这烟您拿着抽。小娟她姐，客气啥？小娟懂事，不用我多照顾。王大爷话真多，得找借口走了。王大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小念，咋又拿那么多东西啊？德明，唐平你外侄女进厂的事儿啊，抓紧落实。我也要当工人了。哎呦，就凭你这种好吃懒做的人，你配当工人吗？妈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厂里招工招满了，不招人了。哎，那唐娟咋进去了呀？唐平比她大2岁，还是高中生，那为啥都不能进去呀？唐娟那是传达室缺人，现在传达室不缺人了，我要上班了。哎，少奇，德明啥意思呀？啊，是不想管了吧？二毛的事都不说了，小平的事儿那还不想管啊？连我这个丈母娘呀都不放到眼里了，你们真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妈，我肖淑芬，你少在这胡搅蛮缠。这么多年，你吸了大国家多少血？一年给你200-300，还好意思说什么感恩？他的恩早就还清了。你拉上邵全家一起，我看你们就是具吸血鬼！放屁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我算什么东西？她是我亲大姑，你是我亲奶奶吗你？妈，唐念说的对，我和少林欠你的情早就还清了。我感恩给你钱，但是少全一家我们不欠。你要是不把小平安排去厂里啊，我就去厂里闹，我让你们呀都不得消停。你去闹吧，厂里有保卫科，我们2清了，以后别再来往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一群白眼狼啊，一群不孝的子孙啊，想气死我啊！够了，别逼我叫保卫科。你们都是死人呀！啊，你们没看到他俩要逼死我啊！我看谁敢闹！妈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们走吧，以后别来往了。你敢？最后一次，唐平最多当临时工，以后老子不相往来。唐平最多当临时工，以后老子不相往来。可是，先把小平安排进去再说。妈，我进去肯定能转正的。姐，今天做啥好吃的啦？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今儿肖顺芬又过来闹事了，大姑还是妥协了，准备让唐芳当临时工。他们咋还是这么不要脸？他也就是个临时工而已，车间打杂，活累，工资还低。他敢在工作间对你不客气，你就直接扇他嘴巴。姐，我知道了。吃饭。哎，唐念同志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还怕治安拦你呢。东西都在吧？都还在，没问题。行，咱们走侧门，大厨和财务等着验食材呢。来吧。唐念同志，娃娃鱼30斤，18块1斤，530块；野猪肉208斤，1块2一斤，241块；蟒蛇肉83斤，2块5一斤，207块5；熊掌3只，200块；
一共1778块5。不是，我熊掌怎么才200块啊？你把掏蜂蜜的那只熊掌卖给张虎了吧？2只后脚掌踩地的酸臭，另一只前掌是臭掌，是黑熊啊用来套粑粑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曲江县的？你们那边虽然猎户多，但是能搞到的好东西少。我们这边的老人和领导都需要补身体。主人，我不能保证次次都有，进山打猎看运气。行，没问题，有好东西就送过来，价格绝对比供销社高。我明白了。这是被蛇咬的吧？快送医院！老铁蛇能毒死人吧？这都晕过去了。大风姐，回来了，你看，都这样了，你们去找大夫。走。大风不能有事。等等，灵泉水，我怎么忘了？小聂，咋是你？先别说话，来，再喝2口。怎么样？我脚不疼了，也不肿了。你这水咋这么神奇呢？说不定还是有事，得去看一下村医。你这是被烙铁头蛇咬的，怎么没中毒症状？是不是在大队卫生室打过血清了？我不懂啥血清，我挑着麦子过树林的时候，突然就被咬了，然后乡亲们就把我往大队部送。路过小念家门口的时候，头晕，就啥也不记得了。你陪他来的，你说说情况。可能是他身体好，来的路上就自愈了。自愈个球！烙铁头蛇多，连牛都扛不住。好吧，先开点消炎药，回去休息。有啥情况赶紧来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哎呦，大方呀，听说你被烙铁头咬了，咋就没事了嘛？哎呦，真没事了。真没事，医生就给我开了点药，说让我回家歇着就行。好，我这就召集队干部开会，让社员收麦子，多注意安全。小聂，这小猫咋长得这么壮实啊？不许凶！这小猫脾气怪得很。大方，你怎么带一些罐头过来？他们都说我傻，可是我那天我迷迷糊糊记得是你背着我，还喂我喝水。他们都说我傻，可是我那天我迷迷糊糊记得是你背着我，还喂我喝水，我连我妈都没说。哎呀，我就是试试那个药行不行？没想到你命还挺大的。罐头你收回去，我才从平沙县买回来。那不行，你的是你的，这是我的心意。行，我先收下了。过几天我和徐明珠去关田坝河湾网鱼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行啊，你到时候出发前叫我呗。哼，几天不见，想喝灵泉水了吧？不给你喝，你都不跟我亲。算你还有良心。过几天得去县城把灵芝给买。黄老师，您再看看这个。小姑娘，这朵灵芝和昨天的样品一个品质，价格就按我昨天跟你说的，你看如何？就按您说的吧。小同志，安心的，钱一会儿就到了。对了，这朵是你从整株上掰的吧？正常应该有12朵，
你只拿1朵，怕我不给钱啊？之前不知道您是黄院长，见谅。其他灵芝不在我手里，我是觉得这东西以后会更值钱。千年灵芝得存好，不然会打折扣的。要是能移栽就更好了，但是你们摘了整株，根系破坏了。哎呀，不能移呀。以后啊，有什么好东西啊，来找我，我跟采购科说，高价收你的。谢谢黄院长。唐同志，3292块，你点一下。谢谢，对的。想不想吃好吃的？想。谢谢姐。小军，你做饭，姐先去趟大部队啊。你家有房子，怎么还要新地基啊？地方小，以后长期进林子挨着方便。行，批给你，注意林子别危险。张叔，您放心，这野兽见我都躲。哎，别吹。哦，对了，公社招护林员，和平村1个，月薪35，要进山巡查，没人敢接。我来接，这工作适合我，一边护林一边打猎，还能名正言顺领子弹。行，明天去公社报到。姐，以后住新房子，咱们就能天天喝灵泉水煮的粥了，还能经常吃野猪肉。以后啊，咱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以后再也不用受委屈，再也不用饿肚子，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